大家好，我是健康永驻的吴明远。今天不聊养生，要跟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掏心窝子，说一件关乎性命安危的大事。如果您是自己住或惦记着独居的父母，请一定把接下来的每个字听进心里。这不是手机技巧，而是一根就在手边的救命稻草。请想象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场面：夜里独自在家，胸口突然像压了千斤石板，闷痛窒息，浑身冷汗，或是在浴室滑倒，重重摔在地砖上，动弹不得。手机就在不远处，但剧痛让你手抖握不住，屏幕湿滑解不了锁，老花眼看不清图标，甚至因惊慌迷糊，连密码和号码都想不起。就在挣扎慌乱中，救命的黄金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了。但好消息是，您用来听戏、看视频的智能手机里，工程师早已藏好一个救命的暗门。无论屏幕是否锁着，手是否湿滑，只要还有一点力气，连续快速按下手机侧边键5次，通常是5下，它就会立即拉响警报，自动将您的准确位置发送给家人，并直接呼叫急救中心。这个功能叫 SOS 紧急联络，可惜超过90%的朋友从未启用它，就像家里装了防盗门却从不锁上，多危险！所以今天我放下所有事，手把手教您如何启用这位手机保镖。视频全是实操，没有空话。在开始前，恳请您动动温暖的手，点个赞或留句话。您的支持是我持续为大家寻找救命知识的动力。让我们一起来学会它，为自己、为家人的安全多上一道保险。首先，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个道理：为啥这个连按5下的笨办法，反而成了最可靠的救命方法呢？这是因为人一旦遇到突发危险或者突发疾病，身体很多功能会在瞬间掉线。比方说，晚上走路觉得有人跟着你，你吓得不敢掏出手机亮屏报警，或者突然脑梗发作，半边身子都不听使唤了。这时候，你想用指纹解锁，手指上可能有汗，或者位置对不准，失灵了。想用人脸识别，你痛苦的五官都扭曲了，或者眼睛都睁不开了，也打不开。想输密码，手指抖得像个筛子，根本按不准数字。只有手机侧面那个实实在在、硬邦邦的电源键，它是最认实力的。它不看你脸色，不挑你手指干湿，只要你有力气按下去，它就能给你反应。这就叫物理按键最朴实，也最可靠。好了，道理讲透了，咱们现在就动手设置。咱们分两头说，先说安卓手机，也就是咱们平时常见的华为、小米、OPPO、vivo、荣耀这些国产品牌的手机。虽然牌子不一样，脸蛋长得不同，但设置这个救命功能的地方都差不多。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跟着我的声音，咱们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在你的手机桌面上找到那个像小齿轮一样的图标，它的名字就叫设置，点进去。第二步，进了设置以后，里面列表很长，您别急，慢慢用手指往下滑啦，有点耐心，仔细找一个叫安全的选项。有的手机可能叫安全与隐私，或者密码与安全，还有的叫安全与紧急情况。反正只要看见安全这俩字，你就放心点进去。第三步，进了这个安全页面之后，您再睁大眼睛找，肯定会有一个选项叫 SOS 紧急求助，或者紧急联络。 SOS 就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3个字母代表救命，点它进去。第四步，这可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在这个页面里，你会看到一个开关，旁边写着自动拨打求助电话，或者连按电源键紧急求助，或者快速启用 SOS。 请你一定要用手指把这个开关点一下，让它从灰色变成蓝色或者绿色，这就是打开了。打开之后，手机通常会弹出一个窗口，提醒你添加紧急联系人。这一步千万别跳过，一定要点添加或者管理紧急联系人。这时候你就把你儿子的电话、女儿的电话，或者老伴的、信得过的邻居的电话，一个个加进去。老吴我建议大家至少加2个最亲的人，比如把儿子和女儿的都加上。你可能会问，加这个有什么用呢？用处太大了。一旦你成功触发了求救，
你的手机不光会自动拨打110或120，它还会立刻同时给你添加的这几个紧急联系人，每人都发一条短信。这条短信大概是这么说的：您的联系人爸爸妈妈刚刚启动了 SOS 紧急求助，当前定位位置是 XXXXX， 后面还会跟着一个详细的地图链接，这一点至关重要。你想啊，有时候就算电话通了，你可能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接线员只知道有人求救，但不知道你在哪个小区的哪栋楼里。可你的儿女同时收到了这条带着精准定位的短信，他们就能马上知道你出事了，人在哪里，可以立刻赶过去，或者马上打电话指导急救车往哪里开。而且现在的手机聪明得很，它发出第一条定位后，如果你的位置移动了，比如被救护车接走了，它还会自动更新位置，再发短信告诉你的家人，让他们能一直跟着你的去向，不会跟丢。对于安卓手机，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叫自动发送求助信息或播放报警录音。你可以在设置里提前录好一段话，比如你可以这样说：我叫吴明远，我有严重的心脏病，现在可能心脏病发作，需要急救。我家住在 XX 区 XX 路 XX 小区 X 号楼 X 单元XXX4。等你连按5下电源键后，手机接通急救电话，哪怕你已经说不出一个字了，手机也会自动把这段录音播放给接线员听。这简直是神器啊，能帮你在最慌乱的时候，把最关键的信息说清楚，为抢救争分夺秒。说完了安卓手机，咱们再来说说苹果手机，也就是很多孩子淘汰下来给爸妈用的 iPhone。苹果手机的设置也一样简单。同样，第一步，找到桌面上那个灰色齿轮图标的设置，点进去。第二步，在设置列表里往下找，找到一个叫紧急呼救的选项，它的图标通常是一个红色的急救标志的3步点进去，你会看到一个选项叫按5次进行呼叫，把这个开关打开，变成绿色。苹果手机还有个选项叫倒计时警示音，这个我也强烈建议你打开。打开后，当你连按5下触发报警时，手机会先发出非常响亮的滴滴滴警报声，像倒计时一样，并且屏幕开始倒计时。这个声音有2个大用处。第一，如果你是在外面遇到坏人了，这突然响起的刺耳警报很可能把坏人吓跑，同时引起周围行人的注意，让大家来帮你。第二，如果是你不小心误碰了，比如手机在口袋里被挤到了，你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赶紧取消，避免了误报警，不给警察同志添麻烦。同样，在这个设置页面的下方，也有设置紧急联系人的地方，你需要点进去，它会跳转到健康应用里。你在那里把子女的联系方式添加好，关系选择好，设置成功后，触发效果和安卓手机一样，自动报警并发定位短信。讲完了这个最核心的连按5下救命键，我还得再教大家一个藏得更深，但同样能救命的暗招。这个功能叫医疗急救卡。大家再想一个场景，万一你在外面公园散步，突然晕倒了，好心人或者赶来的医生想救你，可他们不知道你是谁，有什么老毛病，对什么药物过敏。他们想用你的手机联系家人，可手机有密码锁着，谁也打不开，这可怎么办？这时候，医疗急救卡就能大显神通了。它神奇在哪呢？就是医生或者路人根本不需要知道你的锁屏密码，不用解锁你的手机，就能直接看到你提前写好的所有关键健康信息。咱们先说安卓手机怎么设置，通常就在你刚才设置 SOS 紧急求助的那个安全页面里，在紧急联系人旁边就能找到一个叫医疗信息或者个人急救信息的选项。点进去，你需要把你的姓名、出生日期、血型认真填好，最重要的是医疗状况和过敏史这2栏。比如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放过心脏支架，一定要写清楚。如果你对青霉素、阿司匹林或者什么食物过敏，也一定要写上。这几行字在急救医生眼里，那就是无价的黄金信息，因为他们知道了你对某种药过敏，就绝不会用，避免了2次伤害。
知道了你有心脏病史，抢救时用药和处理方式就会格外有针对性。全部填好后，一定要记得勾选下面一个选项，叫在锁屏界面上显示。这样设置完后，别人捡到你的手机，点亮屏幕，在输入密码的那个页面，你会看到左下角或右下角有个紧急呼叫的按钮，点进去就能直接看到你刚刚填好的这张医疗急救卡了。苹果手机的设置方法也很像，在设置里找到健康应用，点进去，再找到医疗急救卡，点击右上角的编辑或添加，把你的照片、血型、医疗状况、过敏反应、用药情况都仔细填好。同样，最下面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开关，叫锁定时显示，一定要把它打开，变成绿色。设置好后，在苹果手机的锁屏界面左下角点击紧急情况，再点击医疗急救卡，你所有的救命信息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了。我是真心实意的建议，所有看到这里的老年朋友，今天看完，说什么也要抽个10分钟，把这2个功能都给自己设置好。设置好了，咱们还得干一件特别重要的事，那就是演习。老话说，熟能生巧，脑子觉得会了，手不一定跟得上。你现在不是，等真到了那要命的一刻，一慌，可能全忘了。但是演习的时候，有件天大的事要注意，千万别真的把求救电话拨出去了，那样会占用宝贵的报警线路，还可能因为误报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那咱们怎么安全的演习呢？你现在就拿起手机，眼睛看着屏幕，用手指快速的、连续的按5下侧面的电源键，1下、2下、3下、4下、5下。这时候，你的手机应该会嗡的震动一下，屏幕画面突然变红，或者出现巨大的倒计时数字，并且可能响起警报声。当你一看到这个画面，一听到这个声音，就说明你的设置完全成功了。这时候，请你立刻马上用手指点一下屏幕上出现的取消按钮，或者那个红色的挂断图标。千万别让倒计时走完，也别让电话真的拨出去。咱们演习的目的就是让你亲眼看到，亲手操作一遍，知道成功了就行。我建议你啊，叫上老伴，或者等儿女回来，当着他们的面操作一遍，让他们也看看，互相学学，互相检查一下。除了手机自带的这些功能，我还想再多啰嗦几句咱们独居老人的安全问题。现在科技真的发达了，市面上还有很多智能小玩意儿，也能在关键时刻帮上大忙。比如有一种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里面带一个跌倒检测功能。如果你不小心摔倒了，手环检测到猛的震动，然后人半天不动，它就会自动在你手腕上震动提醒。如果你没反应，它就可能自动联系你的紧急联系人。这个对于洗澡滑倒特别有用，因为手机可能不在身边，但手环是戴在手上的。还有一种专门给不用智能手机的老人设计的 SOS 呼叫器，可以挂在脖子上，上面就一个醒目的大红按钮，遇到急事一按，子女的手机就能接到报警。作为儿女，如果你的父母是独居，我真心劝你，可以考虑在家里装1-2个智能摄像头，不用多，就装在客厅和老人常活动的房间。现在的摄像头都能用手机远程看，还能双向通话。你平时上班想爸妈了，打开手机看看他们在干嘛，顺便聊2句天。万一，我是说万一，从摄像头里看到老人摔倒在地上了，你能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打电话叫邻居或者报警，这就是真正的千里眼，是救命的神器啊！最后，咱们老年人自己也要把安全意识挂在心上，上厕所、洗澡的时候，尽量养成习惯，把手机带进卫生间，就放在洗手台边架子上，一个伸手就能够着，又不会被水直接淋到的地方。别太担心水汽，现在的手机一般都有点防泼溅。再说了，手机再金贵，能金贵过咱自己的命吗？睡觉的时候，手机也别放太远，就放在床头柜上，插着电冲着也没事。万一夜里有个头疼脑热，起身不稳，一伸手就能摸到。这前后后说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大家听进去了多少，记住了多少。其实我做这个视频的起因，是前不久听说的一件事。
我一位老同事的邻居，也是位独居的老先生，在家里突发脑溢血，摔倒在了客厅里。等2天后，子女因为联系不上，觉得不对劲，赶回去打开门，人已经没了。后来收拾东西时，发现他的手机就掉在离他手边不到半米的地上，屏幕都摔裂了。可就是因为锁着屏，他当时又动不了，就这么错过了最后求救的机会。我听完这个故事，心里难受了很久，一直在想，如果他知道手机有连按5下就能报警的功能，哪怕他只剩最后一点模糊的意识，用头去撞，用下巴去碰那手机侧面的按键，是不是就能按响那救命的警报？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所以屏幕前的你，如果觉得今天说的有用，请不要只点头或收藏，现在就放下视频，拿起手机，找到开关，打开它，填好紧急联系人和急救信息。等你设好了，也请帮老吴一个忙，把视频转发给你的老友、家族群、社区群，你的一次转发可能就给朋友多一份保障，甚至挽救一条生命，守护一个家庭。传递这样的知识就是最大的功德。我们健康永驻这个频道只想陪大家把日子过得更安全、更踏实。如果你设置时遇到问题，比如找不到对应选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手机型号，我会尽力帮大家解答。如果你有实用的小妙招，也欢迎分享出来，让更多人受益。最后，衷心祝愿天下父母安康如意，福寿绵长。咱们下期再见。